托梦第4章古树。他不是已经……我几乎要惊掉下巴。是的，周杰微微点头道，化验报告也证明脑干组织被破坏，血压和心率都在逐渐下降，当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虽然病发得太突然，但大家都很清楚，就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有多长时间了。我看着周杰略显苍白的脸，眼神里仍留有些许恐惧。正好我那天值夜班，浩洋也忙到很晚才回去，可没过几个小时，他急匆匆的又回来了，把我吓了一跳。周杰呼吸有些急促，接着道，一同来的还有几个公安，我们从监控里看，他一路跑到医院门口叫车的样子根本不像一个病危的人。我发现周杰越说，神情越显惊恐，可能是我没有亲眼见到那场面的原因，有些视觉冲击我无法体会得到，这里只能尽量透过他的回忆来还原。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理解地问道。我和齐浩洋反复看了很多遍，根本无法也不敢相信是他。你知道监控里的人跑得有多快吗？我们当时问了好几次，确认视频有没有被加速，而事实上只要对照画面中的时间码，那就是一条原速播放的视频。可是他的速度绝不慢于任何一个短跑运动员。我一时间张口结舌，实在无法脑补一个病危的老人以飞奔的状态跑起来是种什么样的画面。后来调了负2层医疗站的监控，这才确认是他。周杰接着道，但不论是我和齐还是其他参与进来的同事，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想知道隔离病房里有监控记录吗？我问道。这我不太清楚，周杰答道。当确认是他之后，警方就把所有监控封存了起来。至于病房里有没有监控，我认为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什么，脑海里努力地构想着灵性老人逃走的画面，总觉得奇怪的地方实在太多。首先，比方说在不知道缘由的情况下，用逃跑2字来描述他的行为够不够恰当？假设当时老人并没有断气，身体尚可行动，打车出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算不算？再者，当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按常理来说，一个接近断气的人哪来的一股力量冲出病房？我能理解当周齐2人看到这场面时是有多惊愕，恐怕和见到诈尸相差不远。作为医生来说，想不通的是，一个中枢神经被破坏的人何以又能站起来？对于警察而言，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以及怎么找到他？然而我最想不通的一点是，他要去做什么？或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不惜一切地逃出去？周杰的叙述到这里差不多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发生的就如昨天几个实习护士见到的那样。从报案到齐浩洋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再到找到老人的尸体，前后时间大概2个半小时。尸体是在离医院20公里的市郊，也就是老人自家的庭院中被找到的。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线索也只有这么多，很多疑点不等见到齐浩洋本人，怕是难以知晓。可是据周杰从同事那里打听到的消息说，齐浩洋的状况并不乐观，好像是因为公安也介入了这件事，所以消息很难带出来，只知道齐浩洋到目前为止仍然高烧不退，意识也不是很清晰。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揪成了麻花。在这个城市里，他算得上是我的挚友，虽然认识他2年多，
可是对我来说，这种情谊不轻于手足。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念头猛地窜了出来。周杰，我轻声道。这一小会儿的功夫，周杰已经在科室里开始忙前忙后的直打转。怎么了吗？周杰转过脸来问道。你能不能……我立时间意识到了什么，不想周杰陷入为难，所以临时改口道。是这样，浩洋不是出了本书吗？前几天打电话给我，说让我有空上来拿一本，就在他的抽屉里。我顺手指了指齐浩洋的办公室。周杰先是眉头一皱，但在一瞬间舒展，微微地点了2下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护士站。我这才推开了齐浩洋办公室的门。他的办公室2年来从没改变过，进门墙边一个立式挂衣架，一张长条桌对着窗户，桌子上永远都是一个大脑模型，一叠资料，一个玻璃杯。我甚至知道他的打火机放在哪个口袋，空置的旧眼镜盒里有一把他家的备用钥匙。不过我来都不是为了这些，更不是我所说的那本书。事实上，我在发行的第一时间就收到了一本。我要的正是他办公桌上的资料。小雨双木林，一个很罕见的姓氏，据说在当地过去就有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画家，也姓林。我快速浏览了一遍病史记录，疾病的相关问题短时间里我无法弄个明白，但是我要的信息就在最上面。林守仁，男，81岁，联系电话无，亲属电话无，家庭住址，这就是我要的。这个地址并不算偏僻，只是在我印象中曾路过那里的房屋都已经被拆得残砖破瓦了。没来得及跟周杰道别，下楼上车直奔老人的住址。一路上车开得很快，我的思绪也飞快地掠过，也就20来分钟，我已经到达了导航上的位置。和我印象中一样，这一片区的房子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人还会愿意在这里生活。就在我停车的右前方不到20米处，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我索性下车走了过去。本来我还不太确定，但当我越过警戒线的那一刻，目光不自觉地就落在了我的左侧。那是一棵怎样的树？蓬松地张开着暖黄色的一片，和周围的一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仿佛它一直在这里，又似乎根本不属于这里。我只能说，从我有记忆开始，看到如此巨大又华丽的树，还是第一次。我不懂树，猜不出这树的年代，但从它数米粗的腰身，10多米的高度看来，不得不肃然起敬。一时间，我只能深深地倒吸一口凉气。我能感受得到，像是触电一般，头皮作紧，似乎汗毛都立了起来。这不是看到什么恐怖的场面，恰恰相反，这场面实在是过于唯美，甚至是辉煌。我只觉得有一股力量正在吸引着我，一步一步地向着银杏树前迈去。就在我将要到达树下的时候，突然一颗小小的东西啪地落在了我的肩头。